28岁，放假5天，我妈和我三姑给我排了12场相亲。别人特种兵旅游，我特种兵怼奇葩，主打一个零内耗，场场搞砸。合租屋的门刚关上，林晓就从沙发上弹起来，一把抢过我手里的 A4 纸。我是不是失忆了？我记得你没这么恨嫁啊！5天12位男嘉宾，是要凑齐星座还是生肖啊？不是我恨嫁，是有人太爱我。我妈带着三姑堵在门口，吃饭、电影全排满了。这个假期就是铁打的命苦的我配流水的男嘉宾。这哪是太爱了，三姑纯是恨吧，把你当滞销商品清仓呢。还好没全安排在同一家店，不然我都能预想到同城刷到吐槽贴。这小姑娘厉害啊，5天天天来，带的男朋友次次不一样。你快别取笑我了，帮我想想辙吧。这次是一个班，下次就得是一个师了。林晓凑过来扫了一眼资料，嗤笑一声，故意捏着油腻气泡音耍宝。别担心宝，小出马，一个顶俩，全程给你兜底。到时候我全程隔壁桌给你录素材，咱互联网人办事儿，先留证据再说话，免得这群奇葩回头倒打一耙。你可别像去年春节似的，忍完回来躲被窝里哭半宿。这哪是相亲，这是对劫。我没说话，指尖划过手机屏幕，三姑的微信刚好弹了进来，附带一个 Word 文档，标题刺得人眼睛疼，婚前10条家规。哟，这哪是婆婆，这是地主吧？打地主的时候怎么把她给漏了？下次见着这位小地主记得带上我帮你多怼2句，保证拳拳到肉，句句戳心。我看着满纸离谱的规矩，只觉得头皮发麻。我妈把一沓相亲资料拍在茶几上，三姑坐在旁边，一唱一和的给我洗脑。女孩子哪有不结婚的？28岁再挑，就只能捡别人剩下的了。翻来覆去磨了我整整2个小时，那架势我不点头，今天这门都出不去。看着爸妈眼里的期盼和三姑不怀好意的热情，我终于深吸一口气，拿出纸笔，当着3人的面写下了一行约定：5一这12场相亲，我全部赴约，一场不落，全程认真沟通，绝对不敷衍。但有一个要求，这12场相亲全部结束之后，我还是没有遇到合心意的对象，你们这辈子再也不能以任何理由逼我相亲。我的婚恋自由，你们以后再也不许插手。我妈和我爸对视一眼，都觉得12场里总能挑出一个合适的，当场就拍板答应。只要你好好去相亲，真到最后没合适的，我和你爸以后绝对不催你。一言为定，我们说话算数。行，都依你。小孩子家的闹点小情绪，相完亲见多了优秀小伙子，你就不这么犟了。没人知道我写下这行字的时候，心里想的从来不是找个合适的人结婚，而是用这5天12场的应付，换我后半辈子彻底的婚恋自由。而这时候屏幕顶部，一条微信好友申请紧跟着弹了出来，申请人是张磊，备注栏里赫然写着4个字：未来老公。不是，他还直接未来老公上了，脸都不要了。我手指悬在拒绝键上半天，手机震了震，是我妈发来的微信。乖女儿，听你三姑说，这个男孩子条件挺好的，好好跟人家相处了解，别耍小性子。我咬着牙，最终还是点了通过。林晓在一旁拍了拍我的肩，语气郑重：这就通过了。婉婉，第1关要开始了，准备好了吗？记住，咱有对赌约定在，只要人到场就不算违约。我苦笑了一下，没说话。5一假期第1天，我的第1场相亲直接给我定在了人生耻辱柱的顶端。张磊足足迟到了40分钟，坐下连句道歉都没有。第一件事就是把手机往餐桌正中间一夹，点开了和他妈的视频通话。乖儿子，到了吗？全程他张口闭口全是我妈说，听得我太阳穴突突直跳。我妈说女生28岁就不值钱了，能嫁给我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我妈说彩礼就给10001，图个万里挑一的吉利。你家得陪嫁加20万的车加一套全款房，写我名。我妈说婚后你必须辞职，在家全职伺候她瘫痪在床，还有我3个正在上学的妹妹，家里大小事全听她的。我们家磊磊是金疙瘩，你28岁的老姑娘能嫁给他，是你祖坟冒青烟了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我坐在对面，脸涨得通红，指甲深深掐进手心，硬生生把一肚子火憋到了相亲结束。不是不敢怼，是怕当场撕破脸，爸妈会以我违约、不懂事为由撕毁对赌约定，所以才暂时隐忍。刚走出餐厅，三姑的电话就追了过来，劈头盖脸骂了我10分钟。苏婉，你怎么回事？你说我全程摆臭脸，你立刻去给张磊道歉。我没反驳，挂了电话靠在路边的路灯杆上。我心里清楚，一味的忍让换不来尊重，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。而我为了兑现和爸妈的约定，也不能再这么无底线的妥协下去。回合租屋，我跟林晓吐槽了全程，他直接炸了。这土哥们戒奶了吗？张口闭口我妈说，这哪是找媳妇儿，这是找免费保姆啊，还得倒贴车房的那种，也就你能忍。换我当场就把柠檬水泼他脸上了。我抱着枕头没说话，手机突然震了一下，是张磊发的朋友圈，配图是我刚才靠在路灯杆上的侧脸偷拍，角度刁钻，把我拍得狼狈又卑微，配文更是扎心到骨子里。今天相亲的大龄剩女，又老又矫情，被我妈说2句就摆臭脸，也就配给我家当保姆。要不是我妈逼我，我看都不看一眼。我往下滑，一眼就看到了三姑的评论，赫然写着：这孩子就是被惯坏了，回头我好好教训他，让他给你和阿姨道歉。我盯着屏幕，指尖在屏幕边缘缓缓收紧，原本压在心底的憋屈尽数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彻骨的清醒和冷意。林晓凑过来扫了一眼屏幕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我就说不对劲，
她到底是你亲姑还是人家的亲姑？合着把你卖了还帮着人数钱呢？就在这时，张磊的微信发了过来，只有一句命令式的话：明天早上9点带着礼物来我家，给我和我妈磕头道歉，不然这事没完。他是不是有病？普信男都没他这么离谱，你可别再忍了。咱先说好，人到场就算履约，没必要受半分委屈。至于张磊这疯子，咱先把证据留好，回头再跟他算账。我抬眼看他，缓缓点了点头。三姑马不停蹄，又给我推了个新的相亲对象，叫做陈默。三姑给的介绍里写着：30岁本地独生子，自营潮牌店，年入几十万，有房有车无贷款，不抽烟不喝酒，性格温柔细腻，百年难遇的结婚人选。林晓提前半小时就拉着我到了餐厅，压低声音跟我说：三姑吹得这么神，指不定藏着什么幺蛾子，我全程给你录着。我笑着点了点头，心里却没底。刚被张磊的恶意伤透，我对这场相亲没抱任何期待。结果我刚到约定的餐桌，就被眼前的画面看愣了。陈默已经到了，正拿消毒湿巾把面前的桌子、餐具仔仔细细擦了3遍。见我过来，他立刻站起来，笑盈盈的跟我打招呼，声音温温柔柔的，尾音还带着点上扬。苏婉是吧？快坐快坐，这里的卫生真的超坏的，不擦3遍我都不敢碰。我坐下刚说了句你好，他的目光就落在了我的嘴唇上，眼睛瞬间亮了。哇，你这个口红色号是不是兰蔻274啊？超温柔的，我店里的男模特都超爱用这个色号涂唇泥。我拿着水杯的手顿了一下，没接上话，他却像是打开了话匣子，从我的粉底液色号聊到我衣服的品牌版型，甚至连我戴的项链是什么小众设计师款都一眼认了出来，说得头头是道。全程他没问过我一句工资、家庭、婚育规划，反而3句话不理我店里的男模特。我跟我兄弟去健身，我跟朋友去逛潮牌展，服务员过来点单，他点了一杯满杯西柚，一定要最细的吸管哦，粗吸管喝着超没质感的。你想喝什么呀？这里的果茶很适合女生喝。我随便点了一杯柠檬水，全程看着他的操作，心里已经大概有了数。隔壁桌的林晓憋笑憋得脸都红了，疯狂给我发微信：救命，我快笑喷了！这哪是来相亲的，这是来跟你拼美妆心得的。苏婉，我听三姑说你是被家里催婚催得紧才来相亲的，对吧？其实我也一样，我爸妈天天催，快把我逼疯了，就想让我赶紧领个证，他们就安心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他压低声音，语气里满是同病相怜。其实我对结婚真的没什么要求，说白了，只要领了证能应付我爸妈就行。婚后我们完全可以分房睡，你过你的日子，我有我的圈子，咱们互不干涉，多自由呀。那孩子呢？父母肯定会催生孩子吧？孩子的事我完全不急，甚至可以不要，只要逢年过节你陪我回爸妈家演演戏，让他们别再催了，就万事大吉了。他像是怕我不放心，又赶紧补充：你放心，你的工资、房子、存款我1分都不会碰，我甚至可以给你彩礼，就当是你配合我演戏的辛苦费。他的小心思已经昭然若揭。隔壁桌的林晓微信消息一条接一条，我的天，绝对是新婚！三姑这是给你找了个什么奇葩啊？等他说完，一脸期待的看着我，等着我点头答应。我喝了口水，放下杯子，看着他，语气平静的戳破了他的所有伪装。陈先生，你找我不是想找个老婆结婚，是想找个配合你应付父母的工具人，对吧？他的脸瞬间白了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也是真心想找个人过日子的呀。真心想过日子的人，不会对女方的婚育家庭毫无要求，不会对婚后互不甘愿分房睡这么执着。我顿了顿，看着他慌乱的样子。我来相亲是想找个真诚相处的人，不是来当别人应付家庭的工具人。你的需求我满足不了，这场相亲就到这儿吧。说完，我起身就要走，他赶紧叫住我，脸涨得通红，却没说出一句反驳的话，最终只是叹了口气，蔫蔫地坐回了椅子上。我走出餐厅，林晓立刻从隔壁桌冲了过来。婉婉，你太牛了，我全程憋笑憋得快内伤了。这绝对是12场相亲里最搞笑的一个。笑着笑着，我手机震了一下，是三姑发来的微信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，说我又搅黄了她好不容易找来的优质男。赶紧回去给陈默道歉，你现在立刻赶往下一场相亲，男方已经在餐厅等着了。林晓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收起了玩笑脸，眼神里满是坚定。别怕，下一场咱直接支棱起来。话音刚落，手机又震了，是三姑发来的定位和男方资料，相亲男叫王浩，备注里写着年薪50万，大方稳重，本地有房有车。我把手机扣在桌上，林晓凑过来扫了一眼资料，当场就骂出了声：年薪50万，我信他个鬼！今天这场是咱的第3场相亲，他敢离谱，你就直接往死里怼。我就在隔壁桌，全程给你录着，出了事儿我给你兜着。我抬眼看他，缓缓点了点头。我心里清楚，忍换不来尊重，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。约定只要求我赴约，没要求我忍气吞声。我的第3场相亲，成了我人生第1次零内耗的开端。相亲男叫王浩，三姑给的介绍里写的天花乱坠，年薪50万，大方稳重，本地有房有车。结果他坐下之后，只喊了2杯免费柠檬水，菜单直接摁在桌上，连碰都不让我碰。他皱着眉翻了2页菜单，嘴里念念有词：这家餐厅也太贵了，一盘青菜要30多，要不咱们就坐这儿聊聊天，喝2杯免费的水就行了，花那冤枉钱干嘛？我实在渴得嗓子冒烟，点了一杯28块的果茶，他当场就黑了脸，白眼翻了800个，全程没给我一个好脸色。嘴撇得能挂油壶，接下来的操作更是刷新了我对人类抠搜下限的认知。吃饭全程他一口菜都没点，只薅餐厅免费的小菜，吃完之后把桌上的免费纸巾、牙签、薄荷糖
一股脑全揣进了兜里。结账的时候，他掏出个计算器，对着账单按得噼里啪啦，推到我面前。一共28块，咱俩 AA， 还有我过来的打车费18块，你也得给我平摊9块。对了，你去前台给我拿一条华子。相亲女生给男方买烟是给我长脸。他抬了抬下巴，一脸理直气壮。咱们出来相亲，公平公正 ，AA 是应该的，我总不能白跑一趟吧？我这都是为了以后过日子考虑，会省钱的女人才是好媳妇。隔壁桌的林晓疯狂给我发微信，怼他，给我往死里怼！我看着他那副理直气壮的嘴脸，之前憋的火和受的委屈瞬间冲上头顶，我没忍，当场就开了口，全餐厅都能听见。AA 可以，我自己点的果茶28块，我全额付，1分都不会少你的。但你的打车费是你自己的出行成本，我没义务平摊。至于让我给你买烟，更是无稽之谈。你年薪50万，连条烟都要相亲对象买单，没诚意就别出来相亲，在家抠脚更省钱。啪的拍着桌子站起来，扯着嗓子骂我拜金、物质、大龄剩女没人要。我没跟他吵，直接抬手喊来了服务员，扫码付了28块钱，把付款界面怼到他眼前。我自己的消费我已经结清了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全程没回头。第一次没有忍气吞声，心里只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畅快。刚走出餐厅，手机就炸了，是三姑的电话。接通的瞬间，她的辱骂声几乎要冲破听筒。苏婉，你疯了！王浩说你当众骂他，让他丢尽了脸，你立刻给我滚回去给他道歉，不然我就带着你爸妈去你公司闹，让你的工作彻底黄了。我握着手机，指尖冰凉，却没有像往常一样唯唯诺诺。我缓缓开口，我没错，要道歉你自己道。电话那头的三姑彻底炸了，你翅膀硬了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带王浩过去找你，让你看看不孝的下场。我挂了电话，一抬头就看见马路对面三姑和王浩正怒气冲冲的快步朝着我走过来。我下意识攥紧手机，眼神警惕。林晓立刻冲出来，站到我身边。我看着马路对面冲过来的三姑和王浩，下意识往林晓身后躲了躲。林晓立刻把我护在身后，别怕，有我在，他们还能吃了你不成？大不了咱们现在就报警。我攥着林晓的胳膊，他们拽我回我爸妈家，我该怎么办？去就去，正好当着叔叔阿姨的面把这俩人的真面目全撕开，我看他们还怎么装。话音刚落，三姑和王浩就冲到了我们面前。三姑一把薅住我的胳膊，指甲都快掐进我肉里了。三姑扯着嗓子骂：苏婉，你个不孝的东西，赶紧跟我回家！今天非得让你爸妈好好教训教训你！没教养的东西，还敢当众给我甩脸子！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！林晓一把推开王浩的手，你撒手，动手动脚的干什么？婉婉没做错任何事，凭什么跟你们走？我们家的家事儿，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插嘴？滚一边去！婉婉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她受委屈了，我就管定了。你们俩一个算计人当免费保姆，一个为了介绍钱把亲戚往火坑里推，还有脸在这喊？王浩脸一红，伸手就要推林晓，我立刻挡在林晓身前。冷冷地看着他，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三姑见状，直接拽着我就往路边走，硬是把我塞进了停在旁边的车里。王浩也跟着坐了上来，林晓没办法，只能赶紧打了辆车跟在后面。到我爸妈家，一进门，三姑就往沙发正中间一坐，对着我爸妈添油加醋，说我不懂事。1天之内搅黄了3场相亲，败坏了家里的名声，尤其把王浩说的拜金物质翻来覆去的骂，我爸妈也跟着骂我，不要太任性，太强势，都是为你好。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听得我头都要炸了。我全程沉默，坐在旁边一句话都没说，再也不像之前一样急着认错。三姑越骂越过分，甚至开始编排我在外面不检点，所以才挑3拣4。就在这时，门突然被推开了，林晓闯了进来，往我身边一站，对着一屋子人火力拉满。叔姨、三姑，你们给婉婉介绍的都是什么奇葩？妈宝男要她辞职当保姆，行婚男找她当应付父母的工具人，抠搜男连自己的打车费都要女生平摊。你们是想让她跳火坑吗？她不怼回去，难道要忍一辈子？你们要是真的为他好，就不会看着他受这种委屈。一屋子人被他怼得哑口无言，三姑没脸再待下去，骂骂咧咧的摔门走了。我爸妈也叹了口气，回了房间，没再逼我道歉。从爸妈家出来，走在回合租屋的路上，林晓一直紧紧抱着我的胳膊。你看，你没做错什么，凭什么要忍？对付这种奇葩和不讲理的亲戚，你越忍，他们越蹬鼻子上脸，谁惹你，你就撞死谁。我靠在林晓肩膀上，鼻子一酸。我刚才在屋里，一句话都不敢说，我怕我一开口就跟他们吵起来，我爸妈又要伤心。叔叔阿姨就是被三姑忽悠了，他们本质上还是疼你的。你今天已经很棒了，没像以前一样急着认错，这就是进步。我看着他，心里的委屈和憋闷终于散了大半。小小，幸好有你在。我刚回到房间，就被本地相亲群里几百条未读消息晃得眼晕。点进去一看，是王浩发的长文，配图是我刚才在餐厅门口的侧脸偷拍，配文颠倒黑白。避雷大龄剩女苏婉，相亲全程摆臭脸，蹭吃蹭喝，点贵的饮品，结账时1分钱不肯掏，当众羞辱男性，拜金又物质，同城兄弟别踩坑。下面还有他找的几个托跟着附和，编造我骗吃骗喝的假经历，甚至还造谣我同时跟多个男生相亲骗礼物。群里的人不明真相，全在跟着骂我。紧接着，三姑的微信也炸了。你现在立刻给王浩下跪道歉，不然我就闹到你公司去。林晓凑过来一看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我靠，这男的也太不要脸了，自己颠倒黑白还敢先造谣网暴你。我看着满屏的污言秽语，指甲掐进掌心。我没主动惹事，可他非要把我逼到绝路。林晓把手机往桌上一拍，咱不能就这么被他污蔑。你忘了，我在隔壁桌全程录了视频，咱直接把原视频放出去，让所有人看看他的真面目。我点开了林晓录的完整视频，清清楚楚记录了他全程只点免费柠檬水，我只点了一杯28块果茶。结账时他要求平摊打车费，
让我买华子的全部过程，连他破防骂人的话都录得一清二楚。我咬了咬牙，剪了打码匿名版，只保留了事件完整过程，发到了本地相亲避雷群、同城论坛，配文只写了澄清内容。针对王浩先生的造谣污蔑，我放出完整现场视频澄清，全程我已结清自己的全部消费，拒绝平摊非本人产生的费用，拒绝为其购买香烟，不存在蹭吃蹭喝、拜金物质的行为。也请被他坑过的姐妹勇敢站出来。我点了发送，转头跟林晓说，我本来只想好好相个亲，可他非要颠倒黑白毁我名声，我只能把真相放出来。放心，这种奇葩男肯定有不少姐妹踩过坑，你这澄清帖绝对能让大家看清真相。果然，帖子瞬间就爆了，完整视频一出，群里和论坛的风向瞬间逆转，评论区里无数女生留言，说自己也被这个男的坑过，一模一样的套路，甚至还有人放出了他骗女生钱，让女生买单的聊天记录。一夜之间，王浩在本地相亲圈彻底社死，被所有相亲群集体拉黑，连他工作的单位都有人扒了出来。我看着评论区里帮我说话、分享自己被坑经历的姐妹们，心里没有丝毫愧疚和内耗，只有沉冤得雪的畅快。林晓在旁边疯狂欢呼，牛啊婉婉，这才是你该有的样子。就在我们击掌庆祝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弹出了一条好友申请，头像是王浩，验证消息里的字带着赤裸裸的威胁。苏婉，你敢放视频毁我名声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我已经查到你公司地址和工位了，明天我就去你公司闹，让你身败名裂，还要告你诽谤。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把手机递给林晓。这男的还蹬鼻子上脸了，我直接把他所有造谣的黑料打包发给他公司领导。还没等我回复，公司 HR 的微信也发了过来。苏婉，有人匿名举报你恶意网暴他人，影响公司形象，明天来我办公室一趟。我看着微信，心里咯噔一下。林晓立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别怕，咱们有完整的视频证据，还有他先造谣污蔑的全部截图 ，HR 肯定不会为难你的。明天我陪你一起去公司。手机屏幕亮着，王浩的电话。林晓看着屏幕，咬着牙说：“接。”我倒要听听他能放出什么屁来。王浩的电话疯狂打来，我按了挂断，反手把他的好友申请和威胁消息一起截图发给了 HR。林晓在一旁急了：“你就这么发过去了？要不要再跟 HR 解释两句？”不用，证据都在这儿 ，HR 一看就明白，咱们有完整的视频证据 ，HR 肯定不会为难我的。那明天去 HR 办公室，我必须陪你一起去。我看着他紧张的样子，笑了笑：“好，谢谢你啊，小小。”跟我还客气这个？咱俩可是过命的交情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跟 HR 解释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提交了完整的视频证据，还有王浩威胁我的聊天记录。HR 了解清楚后，不仅没批评我，还跟我说，公司会帮你处理恶意举报和后续的骚扰，你做的内容很贴合公司女性向板块的定位，后续可以考虑合作。从 HR 办公室出来，林晓一把拉住我，怎么样 ？HR 没为难你吧？我笑着把 HR 的话跟他说了一遍，他给我比了个加油的手势，整个人兴奋的不行。可以啊，苏婉，这波直接逆风翻盘。今天这普信男，我早就刷到过他的奇葩事迹，你就放开了怼，姐全程给你录素材，回头剪个爆款视频，让全网都看看这普信男的真面目。今天听你的，他敢离谱，我就敢怼。相亲男叫李哲，三姑给的介绍里写着自主创业，年轻有为，实际就是月薪3500，开着一辆快散家的二手电动车，无房无存款。他坐下之后，先故意抬了抬手腕，把腕上夹的名牌手表露在最显眼的位置，又扯了扯身上印着仿大牌 logo 的外套，翘着二郎腿，用审视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，眼神里的嫌弃藏都藏不住。没等我开口，他先嗤笑了一声，开口就是暴击。不是我跟你吹，追我的小姑娘从这里排到火车站，全是00后，皮肤嫩的能掐出水，我都懒得搭理。也就我不嫌弃你能坐下来跟你相亲，你28了，属于大龄剩女了，跟超市里快过期的打折商品一样。我能娶你，是你祖坟冒青烟了。我握着水杯的手顿了一下，没说话，听着他继续输出。我选你就是看你工作稳定，能赚钱，以后能帮我养家，养我爸妈。婚后你包揽所有家务，给我生儿子，我爸妈跟我们一起住，你必须孝顺。林晓坐在不远处，疯狂对我比口型，怼他。等他说完，喝了口水润嗓子的功夫，我笑了。我缓缓从包里掏出了我的房产证、车本，还有近1年的工资流水，推到了他面前。市区全款房200万，刚装修完，下个月就能入住。全款车60万，月薪2万，年收入30万加。我看着他，语气平静却字字扎心。你月薪3500，连我每个月交的个税都比不上，戴个假表，穿件仿牌衣服，就敢说自己是年轻有为，哪里来的脸说我是打折商品？就你这条件，还是别出来耽误人了。他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，嘴张了半天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周围吃饭的人都围过来看热闹，对着他指指点点，捂着嘴笑，还有人举着手机录像。他彻底社死，捂着脸骂了一句神经病，就慌慌张张的跑了。我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，心里爽的不行。林晓立刻跑了过来，举着手机欢呼：婉婉你太牛了，这波怼的太解气，视频我全程录下来了，发出去绝对爆火。我笑着接过他的手机，看着录好的视频，还是你录得好，角度抓得真准。那必须的，姐可是专业的。就在我们俩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时候，餐厅门口突然一阵骚动，刚才跑掉的李哲竟然带着2个纹着身的壮汉，气势汹汹地折返了回来，堵在了餐厅门口，指着我的鼻子怒吼：苏婉，你敢让我当众出丑，我今天就给你点颜色看看，把手机给我交出来，视频删掉。他就伸手过来要抢我手里的手机，林晓立刻挡在了我身前，对着他大喊：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
我们已经报警了。可李哲已经红了眼，根本不听，伸手就要推开林晓，周围的人都围了过来，拿出手机拍照录像，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我一把将林晓拉到身后，冷冷地盯着他。林晓在我身后压低声音跟我说：“婉婉别慌，我已经偷偷拨了110，电话通着的，警察马上就到。”我一把将林晓拉到身后，直接掏出手机亮在他面前，屏幕上是刚拨出去的110通话界面，通话时长10秒。我看着他，语气冷得像冰。你敢动我们一下，寻衅滋事的罪名你就背定了。还有你刚才说的所有话，我全程录了音，要不要一起放给警察听听？那2个壮汉一看我动真格的，立刻怂了，拉着李哲灰溜溜的跑了。婉婉，你刚才气场2.8米，太帅了，我都快被你迷死了。我松了口气，手心里全是汗。这群人就是纸老虎，一看到报警就怂了。不过你可别不当回事儿，这群人指不定背后还有什么幺蛾子，尤其是三姑，肯定又要作妖。我点了点头，心里也清楚这只是个开始。果然，我们刚回合租屋，我妈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让我立刻回家，说一屋子亲戚都在等我。林晓立刻抓起包，拽着我就往外走。走，我陪你一起去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又想耍什么花样。这么多亲戚都在，你去了会不会不太好？有什么不好的？他们都合起伙来欺负你了，我还能让你一个人去受委屈？推开门的瞬间，我就被客厅里乌泱泱的人晃得眼晕。三姑坐在沙发正中间，正对着我爸妈哭天抹泪。他搅黄了4场相亲，让我在媒人圈里彻底抬不起头啊！林晓在我耳边低声说：“你看，我就说他要作妖吧，果然在这卖惨呢。”我没说话，示意他别冲动。见我进来，三姑啪的一拍桌子站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就骂：“你给我挨个给张磊、王浩、李哲沉默道歉！”还把一张新的时间表拍在茶几上。我又给你找了8个优质男，5·1剩下3天，每天3场，你必须去，不然我就去你公司闹，让你丢了工作。周围的亲戚跟着七嘴八舌道德绑架，全是别太强势，不然嫁不出去。你这么做就是不孝顺。我爸妈坐在旁边，左右为难，拉着我的手劝我：“婉婉，低个头认个错，别让你三姑难做。后续的相亲好好去，别再闹了。”换做以前，我早就慌了，只会唯唯诺诺点头认错。可这一次我没慌，我掏出提前导好录音的备用手机，点开了4场相亲的完整录音，公放了出来。妈宝男的无理要求，行婚男的试探，抠搜男的 AA 算计，普信男的羞辱言论，一字一句清清楚楚。一屋子的亲戚瞬间闭了嘴，面面相觑。录音放完，我收起手机，看着三姑，语气平静，却带着十足的震慑力。三姑，不是我故意搞砸，是他们的要求太离谱。换作是你，你能答应吗？相亲我可以去，但我不会再委屈自己，更不会去道歉。你安排的12场相亲，我已经赴约了4场，剩下的8场，我也会一场不落全部走完。我全程没提和爸妈的约定里的最终条款，只摆事实不撕破脸。我太清楚了，他提前收了后面相亲男的辛苦费，不成不退，就算再生气，也只能硬着头皮让我去。果然，三姑看着我手里的录音，怕我继续放下去，让他在亲戚面前彻底没脸，瞬间收敛了脾气，只嘴硬丢下一句：“后续的相亲你必须按时去，我已经跟人家约好了。”就灰溜溜的走了。亲戚们也没了话说，纷纷散了。林晓在一旁补刀：“早这么硬气，哪用受这么多委屈？”爸妈看着我，沉默了很久，最终叹了口气：“后续相亲实在不合适，就别勉强自己。”我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。可我没料到，三姑虽然嘴上服软，背地里却没打算放过我。当天晚上，我的手机就收到了好几个陌生号码的骚扰短信，全是不堪入目的辱骂。发信人正是被我怼过的那几个奇葩男。我把手机递给林晓，他一看，当场就炸了。肯定是三姑干的，除了他，没人会把你的号码给这群奇葩。我现在就去找他对质。我拉住了他，看着短信，眼神一点点冷了下来。我知道这事绝对和三姑脱不了干系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他既然敢做，就要承担后果。拉黑完所有陌生号码，我把截图全部存进了加密相册。林晓坐在我旁边，气得还在骂：“这三姑真的是掉钱眼里了，为了那点介绍费，连你的隐私都敢卖，这是纯纯的害人。”我指尖划过截图里的辱骂内容，冷静地分析，这几条短信分别是张磊、王浩、李哲发来的，他们能拿到我的私人号码，除了三姑，没有第二个人。林晓立刻点头：“没错，你爸妈不可能把你号码给他们，只有三姑。就是他泄的密，他明知道这些男的都不靠谱，为什么还要把我的信息给他们？就为了逼我去相亲？他那点心思还不明显吗？就是想让这些男的骚扰你，他就能继续赚他的介绍费，甚至还能把你高价嫁出去，拿高额彩礼填他儿子的窟窿。”这句话瞬间点醒了我。我突然想起，之前三姑跟我爸妈聊天的时候，不止一次提过，我儿子最近投资亏了钱。哎，那个婉婉这套房子值多少钱？他的年薪到底有多少啊？之前我只当是亲戚间的随口问问，现在想来，他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。剩下的8场相亲，我必须全部走完。一来是兑现和爸妈的对赌，二来是摸清他到底在搞什么鬼，三来是把所有相亲奇葩的套路拆解出来，给更多女生避雷。没错，斩草要除根，咱就借着赴约的机会，把他的底全扒出来。需要我做什么，你尽管说。你帮我录好每一场的视频，帮我盯着三姑和这些男方的往来就够了。接下来的2天，我一边应付三姑的催促，一边和林晓暗中调查。这2天里，我按照三姑的安排，密集赴完了巨婴男、出轨海王、控制狂、双标男、凤凰男这5场相亲，全程没有半分忍让，要么当场戳穿对方的离谱要求转身就走，要么全程录音留证，
没给对方半点蹬鼻子上脸的机会。12场相亲的约定，我已经完成了9场，一场不落。林晓把这几场相亲的名场面剪成了快节奏的避雷合集，用话外音解说的方式呈现，既保留了12场相亲的完整概念，又给网友科普了奇葩相亲的避雷点。我们顺着本地相亲圈的姐妹给的线索，查到了三姑的操作。她给每个男方介绍对象，都会提前收500到2000不等的介绍费。如果男方能出更高的价格，她就会把女方的详细个人信息全透露出去。而她收的这些钱，全给了她儿子，填了网络赌球的窟窿。林晓看着查到的转账记录，气得手都抖了。我的天，他这哪里是当媒人，他这是拉皮条，拿着女生的隐私换钱，给他赌鬼儿子填窟窿，太恶心了。我看着这些证据，心里反而异常平静。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非要逼我走完这12场相亲，他根本不是为了我好，是把我当成了他赚钱的工具，填窟窿的筹码。但我没有立刻撕破脸。就在这时，三姑的微信又发了过来，反复叮嘱我不许再拍视频，不许再搞砸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好。林晓凑过来一看，眼睛都亮了。剩下这3场，咱一场一场对，怼到他怀疑人生。我笑着点头，心里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今天这男的我提前搜了，也是个奇葩。你放开了怼，姐全程给你录素材。放心，现在谁也别想让我受委屈。到了餐厅，那男的已经到了。他坐下之后，全程翘着2郎腿，背靠着椅子。小姑娘，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。今天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女孩子家别太拼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。你1个月赚2万有什么用？不如找个男人嫁了，在家相夫教子，这才是女人该走的路。你都28了，再不生孩子就生不出来了。女人最大的价值就是生孩子、照顾家庭，搞事业都是虚的，老了连个依靠都没。怼他！我离异带2娃，那是我前妻不懂事儿，不懂得珍惜。你要是跟我在一起，算是捡着宝了。我1个月6000块工资，够咱们全家花了。你就在家安心带孩子，照顾我爸妈，别再搞你那什么破工作了。你40岁，离异带2娃，月薪6000，连自己的孩子都没照顾明白，自己的婚姻都经营不好，还有空教育我怎么活？你先管好你自己的生活和孩子，我的人生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指手画脚。还有，女人的价值从来不是生孩子、当保姆，我赚的钱够我自己花，够我买房买车，不用靠男人当依靠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不可理喻！刚才那段怼得太爽了，我剪出来绝对爆火。当天晚上，林晓就把剪好的打码视频发在了抖音上。配文：5一相亲实录，林内耗专治爹味普信男。发完我俩就去吃火锅庆祝了，根本没当回事。吃到一半，我的手机突然疯狂震动。我靠，婉婉爆了，视频爆了！我的天，咱这是要火了啊！以后咱就更这个系列，绝对能帮得到更多姐妹。接，开免提，我倒要听听他又能说出什么花来。我接起三姑的电话，意料之中的辱骂扑面而来。你把相亲当儿戏呢？啊，拍视频博眼球，还败坏家里的名声，我怎么跟人家交代？我没跟他吵，只淡淡说了一句：男方太离谱。我只是实话实说，后续的相亲我会按时去，别的你就别管了。说完我就挂了电话。林晓在一旁竖大拇指：可以啊，苏婉，现在彻底支棱起来了，三姑都拿捏不住你了。我笑了笑，心里清楚，他之所以没跟我彻底撕破脸，无非是因为他已经收了后面2场相亲男的介绍费，我不去，他就得把钱退回去，还得坏了自己的名声。林晓晃了晃手机，笑着说：咱现在粉丝都10几万了，后面的相亲咱必须怼得更漂亮，给更多姐妹打个样。我点了点头，必须的，今天1天3场，咱1场都不能输。5一假期第3天，三姑准点发来当天3场相亲的时间和地点，反复叮嘱我不许再拍视频，不许再搞砸。我表面答应，转头就和林晓背着包开启了当天的怼奇葩之旅。1天3场，场场高能，花式反杀，爽到飞起。第11场相亲，遇软饭男孙浩，坐下没10分钟就开始跟我哭穷。我创业遇到瓶颈，你能不能给我拿20万周转？我们以后是要结婚的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你给我投资是应该的。他翘着2郎腿，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。等我项目成了，融资上市，到时候咱们直接财富自由。你现在给我投20万，以后能翻几10倍，也就我愿意带你发财，换个人我都不搭理。我当场回怼：你创业是你的事，凭什么要我出钱？想软饭硬吃，你找错人了。光想着靠女生，没出息。他当场破防：拜金，现实。我转身就走，没给他留一点面子。林晓在一旁笑得直拍桌子：怼得好，这种软饭男就该这么治。第12场相亲，预算机 PUA 男赵凯，也是我12场相亲里的收官场。三姑嘴里的创业精英，家境优渥，也是他收了最高介绍费的一位。他坐下之后，表面温文尔雅，说话轻声细语，先对着我一顿共情。我知道你被家里催婚，受了不少委屈，相亲也遇到了不少奇葩。现在的女生真的太不容易了，明明自己很优秀，却要被别人挑挑拣拣。铺垫了半天，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，开始打压我的自信。不过说实话，你28了，在婚恋市场确实没什么优势了。外面的男人大多都是图你的钱，只有我是真心喜欢你这个人。咱们要是想长久走下去，你就得拿出点诚意来，把你那套公寓加上我的名字，让我有安全感。我当场用提前和王律师沟通好的技巧，反向给他画饼，怼得他当场破防，骂骂咧咧的起身就走了。走出餐厅的那一刻，我长舒了一口气。515天，12场相亲，我1场不落，全部赴约完成。和爸妈的对赌约定，
我彻底兑现了。林晓抱着我，激动的蹦高。婉婉，你做到了，12场全走完了，你赢了。当天的2段视频发出去，再次爆火。姐姐太会了，反杀天花板，学到了，以后相亲就这么怼。5一相亲，零内号4条直接冲上了抖音热榜，一夜之间，我的粉丝直接暴涨到50万。无数姐妹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相亲经历，说我是他们的互联网嘴替。林晓看着后台数据，激动的抱着我蹦。我的天，50万粉丝，婉婉，咱真的火了！我看着满屏的评论，心里也满是感动。原来有这么多姐妹都跟我有一样的经历。可就在热度最高的时候，我的账号突然收到了平台的违规通知，张磊、李哲、王浩几个人联手举报我恶意引导、网暴他人，我的视频被限流，账号甚至面临封禁的风险。林晓一看，当场就炸了。这群人还敢倒打一耙，太不要脸了！咱有完整的原视频，怕什么？直接申诉。而手机屏幕上，三姑发来的消息也弹了出来。为什么又把最后2场相亲搞砸了？我要跟你爸妈告状，撕毁之前的约定。我看着屏幕，冷笑了一声。他们想玩，我就陪他们玩到底。视频照样跟约定我已经兑现了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耍出什么花样。没错，咱不能怂，必须跟他们刚到底。这群男的纯纯有病，自己干了离谱的事，还敢倒打一耙。我现在就把完整视频剪出来，给他们脸都打烂。我反而异常冷静，看着后台的举报信息，跟林晓说：“别慌，我们有完整的视频和录音，没在怕的。直接开直播，把所有证据放出来，让网友看看到底是谁的问题。”林晓眼睛一亮，瞬间来了精神。说得对，直播自证，让全网都看看这群人的真面目。我点了点头，对，就今晚开播，你帮我准备一下，把所有完整的原视频、录音都整理好。林晓比了个 OK 的手势，放心，包在我身上，绝对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说干就干，我们当天晚上就开了直播。刚开播，直播间瞬间涌进来几10万人，有支持我的粉丝，也有被奇葩男带节奏的黑粉，评论区吵成一团。林晓坐在镜头外，压低声音跟我说：“别慌，咱有证据，慢慢说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没慌，也没卖惨，直接把所有相亲的完整无剪辑视频、录音挨个放了出来。妈宝男的无理要求，新婚男的试探，抠搜男的算计，普信男的羞辱，爹味男的说教，软饭男的画饼，PUA 男的算计，所有内容原原本本，一字不差，全部呈现给了网友。我也在直播里说明，12场相亲我已经全部赴约完成，剩下的5场奇葩相亲我也整理了录音证据，后续会做成避雷合集，帮更多女生避坑。我发这些视频不是为了网暴谁，也不是为了博眼球赚流量，是为了给所有女生避雷。我想告诉大家，遇到奇葩，遇到不合理的要求，你不用忍，不用委屈自己，你可以直接怼回去。我全程给所有当事人打了码，没有泄露任何隐私，是他们自己主动跳出来对号入座，甚至恶意剪辑我的视频，卖惨博同情，煽动粉丝来骂我。所有证据我都有，已经提交给了平台，后续也会用合理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。金句一出，直播间瞬间炸了，在线人数直接突破100万，真相大白了。这几个男的纯纯活该，自己干了离谱的事，还敢出来卖惨倒打一耙，格局打开了。我们婉婉姐太清醒了。直播全程我没说一句脏话，没卖一句惨，只摆事实，讲证据。评论区的风向彻底逆转，粉丝们纷纷刷屏姐姐好样的，支持你，太解气了，这群男的就是活该。甚至有网友顺着线索扒出了几个奇葩男更多的离谱事迹，他们的社交账号被网友冲烂。直播结束后，林晓激动地抱着我：“婉婉，你太牛了！刚才直播间在线人数破100万了。”果然，平台核实了所有证据，不仅没封我的号，还给我的视频推了热门。一夜之间，我的粉丝直接突破了100万，成了小有名气的反奇葩相亲博主。林晓看着后台数据，笑得合不拢嘴。100万粉丝，婉婉，咱现在是真的大博主了。最有意思的是，三姑看到我的账号爆火，不仅没再骂我，反而打来电话，语气180度大转弯，讨好的跟我说：“婉婉啊，你现在火了，三姑这里还有好几个条件特别好的优质男，彩礼能给几10万，成了的话，介绍费咱们俩平分。”我差点笑出声，合着他眼里只有那点介绍费。挂了三姑的电话，我刚想跟林晓吐槽，抖音的私信里一条特别的消息弹了出来，发信人是专攻名誉权纠纷的王律师，他是我的老粉，也是之前被三姑坑过的女生的亲哥哥。我全程看了你的直播，帮你整理了几个奇葩男恶意诽谤、造谣的完整证据链，还有相关的维权法律知识，你需要吗？我点开他发来的文档，条理清晰，证据完整，连维权的编辑和注意事项都写得明明白白。我看着私信，心里暖了一下，刚想回复，林晓突然凑过来，看着屏幕尖叫：“我靠，专业律师都来帮忙了，婉婉，咱这维权稳了！”我被他闹得笑了出来，拍了他一下：“别瞎喊，人家是好心帮我们科普呢。”我给王律师回了私信，跟他道了谢，没想到他秒回，不仅给我科普了很多维权的法律边界，还帮我拆解了很多奇葩男的 PUA 话术，教我怎么反向应对。我和林晓对着他给的技巧，熬了半宿复盘之前的相亲经历，越聊越觉得底气十足。林晓拍着我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今天再复盘一下赵凯的套路，咱已经怼过他一次了。后续他要是敢搞事，咱直接给他整得明明白白的。”五一假期第4天，我再次约见了赵凯，他以为我被他的话术打动，想回头找他，特意打扮得人模人样，提前半小时就到了餐厅，还特意点了一桌子菜，装出一副大方的样子，实则是想继续给我洗脑，完成他掏空我房产的目的。
出门前，王律师还给我发了微信，跟我说，如果他给你画饼，你就反向给他画，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和财产安全。我笑着回了个好，心里满是底气。到了餐厅，赵凯已经到了。他坐下之后，表面彬彬有礼，说话温温柔柔，实则句句都在打探我的工资、房产、存款，甚至拐弯抹角。你的公寓有没有贷款？父母有没有退休金呢？摸清我的底之后，他就开始了 PUA 套路。先是夸我独立优秀，转头就开始给我画饼。我现在正在创业，马上就能融资上市，以后肯定能让你过上好日子。说完，深情款款地看着我。婉婉，我见过太多女生，只有你是不一样的。你独立、清醒、优秀，只有你配得上站在我身边。等我的公司上市了，我一定给你一场全城最盛大的婚礼，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。铺垫了半天，终于露出了真面目。婉婉，你看，我现在创业正好到了关键期，资金有点周转不开。你那套公寓反正也是空着，不如卖了，帮我周转一下。等我公司上市了，给你买大别墅。还有，你那套房子得加上我的名字，不然我心里没安全，总觉得你没打算跟我长久走下去。说完，他还深情款款地看着我。换做以前没被科普过的我，说不定真的会被他这套话术绕进去。但现在我心里门儿清，当场就用学到的技巧将计就计，反向给他画饼。卖房子帮你周转没问题啊，但是我那套房子还有80万贷款没结清，你先帮我把贷款结清了，我就把房子卖了，跟你一起换大平层，写我们俩的名字。对了，我还有10几万的信用卡账单没还，你也帮我一起清了吧，不然婚后也是我们俩一起还，说对吧？我学着他的样子说的深情款款，他的脸瞬间就绿了。他愣了半天，憋出一句：你怎么这么物质？当场破防，骂骂咧咧的起身就走了。林晓在旁边笑得直拍桌子，给我竖大拇指。牛啊，婉婉，这波反向画饼直接给他干懵了，这技巧也太好用了。当天的视频发出去，再次爆火，网友们全在刷姐姐太会了，反杀天花板，学到了，以后遇到 PUA 男就这么怼。我的粉丝再次暴涨。林晓刷着评论区，笑着跟我说，现在网友都喊你互联网嘴替了。三姑为了逼我乖乖听话相亲，竟然偷偷把我的联系方式、家庭住址、工作单位全发给了被我怼过的那几个奇葩男，甚至跟他们说，只要他能相亲，费用可以全免。我看着手里的聊天记录截图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之前的骚扰短信瞬间有了答案，我终于忍无可忍，这一次我不会再给他留任何情面。林晓看完截图，气得把手里的杯子往桌上一蹲，我就知道是他干的，这老太婆心也太黑了，为了那点介绍费，连你的安全都不顾了。拿到赵凯提供的聊天记录，我和林晓立刻顺藤摸瓜，找到了更多实锤。我们联系上了之前被三姑介绍过对象的几个女生，她们都表示，三姑不仅收男方的介绍费，也收女方的钱，还会随意泄露女生的个人信息，甚至帮男方隐瞒婚史。其中一个女生被三姑介绍了一个隐瞒赌债的男生，结婚后才发现真相，被逼着一起还债，差点抑郁，现在正在打离婚官司。林晓看着女生发来的证据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三姑这根本不是媒人，她这是诈骗，为了钱连别人的一辈子都敢坑，太恶毒了。我看着这些证据，心里的怒意翻涌，却异常冷静。我跟林晓说，12场相亲我已经全部走完了，和爸妈的对赌约定也已经兑现了，但我不能就这么算了，还有更多女生被他坑，我必须拿到他和男方勾结的最后证据，一次性锤死他。林晓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，狠狠点头。没错，必须给他来个完美收官。当天晚上，我主动约了三姑见面，就在我家楼下的咖啡馆。我提前跟林晓说好，他在隔壁桌全程录音，以防三姑翻脸。三姑来的时候还带着一脸的得意，以为我终于服软了，张口就说，婉婉，你终于想通了。我就说女孩子家还是得听长辈的，我给你介绍的都是优质男。我没等他说完，直接把手机放在桌上，点开了录音，笑着说，三姑，我就是想问问，我这12场相亲，你收了每个男方多少介绍费啊？三姑的脸色瞬间变了，眼神躲闪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给你介绍对象是为了你好，谈什么钱不钱的？我继续追问，那王浩、张磊、李哲、赵凯他们每个人给你转的500到2000块钱是什么钱啊？还有你把我的手机号、家庭住址、工作单位发给他们，又是为了什么？三姑彻底慌了，说话都开始结巴。我那是他们自己问我要的。哦，是吗？那你跟他们说，只要能逼我乖乖相亲，后续的介绍费全免，也是他们逼你说的。这句话一出，三姑彻底没了话说，脸色惨白，坐在椅子上，一句话都辩解不出来。而我放在桌上的手机，已经把他所有的反应、所有的话全都录了下来。我收起手机，看着他，冷冷地说，三姑，12场相亲我已经全部走完了，和我爸妈的约定我已经兑现了，但你记住，你做的所有事都要付出代价。回到合租屋，林晓听完录音，激动的直拍大腿。婉婉，你太牛了，这波直接把他的话套得明明白白，现在证据链彻底完整了。我笑了笑，看着窗外的夜色，心里无比轻松。12场相亲全部走完，对赌约定彻底兑现，三姑的阴谋也被我彻底拆穿。我不仅要拿回属于自己的婚恋自由，更要让所有被三姑坑过的女生
都能讨回一个公道。可就在这时，我爸妈突然打来电话，婉婉立刻回家，你三姑带着一群人堵在了家里，要找你讨个说法，还扬言要撕毁之前的对赌约定。我挂了电话，眼神冷了下来。林晓立刻抓起包，拽着我就往外走。走，咱回家，这次必须把所有真相全撕开，让叔叔阿姨彻底看清楚他的真面目。我和林晓赶到爸妈家的时候，门口已经围了不少邻居，客厅里吵成一团。三姑手里还攥着之前爸妈给的备用钥匙，直接开门闯了进来，披头散发，往地上一坐就拍腿大哭。苏啊，你没良心啊！我给你介绍对象，你还毁我生意，你让我以后怎么做人啊？亲戚邻居要戳到我的脊梁骨啊！见我进来，他立刻从地上爬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就骂：你败坏家门，还视频网暴别人，你毁了我的名声，今天必须撕毁之前的对赌约定。我爸妈被他闹得头都大了，左右为难。见我进来，赶紧拉着我，赶紧给你三姑道个歉，别把事闹大。换做以前，我肯定会为了不让爸妈为难，低头道歉。可这一次我没有，我把手里的一沓证据狠狠拍在了茶几上。三姑收每个相亲男介绍费的转账流水，他泄露我隐私的聊天记录，他儿子网络赌博的催债单。我看着三姑，语气平静却带着十足的压迫感，当着我爸妈和所有邻居的面，把他做的所有事全都说了出来。三姑，你给我安排12场相亲，不是为了我好，是为了赚男方的介绍费，给你儿子填赌债的窟窿，对吧？你提前收了每个男方500到2000不等的介绍费，不成不退。所以哪怕我场场搞砸，你也非要逼我走完12场，对吧？你为了逼我乖乖听话，把我的手机号、家庭住址、工作单位全泄露给了那些奇葩男，甚至跟他们说，只要能逼我相亲，介绍费全免，对吧？我一句话接一句话，每一句都带着实锤。三姑的脸越来越白，浑身发抖，一句话都辩解不出来。我妈看着茶几上的证据，又看着浑身发抖的三姑，脸色瞬间冷了下来，一改之前的和稀泥态度，上前一步把我护在身后，对着三姑冷冷地说：你别在我家撒野，你收男方黑钱，泄露婉婉隐私，拿他当填赌债的工具，真当我们老两口糊涂？你再坑我女儿一步，我现在就报警。我爸也跟着补刀，吐槽比我还狠，句句戳笑点。你介绍那叫人，一个抠到要 AA 矿泉水，一个骂我女儿是打折货，还有个骗低保的，你管这叫优质男？你是把我们家当垃圾回收站啊！三姑被怼得脸一阵红一阵白，词都接不上。我抱着胳膊站旁边看戏，林晓偷偷录屏，憋笑憋到发抖。三姑见撒泼没用，放狠话：你们给我等着，我让那几个小伙子联合起来搞臭苏婉。话音刚落，我的手机同时炸了。赵凯拉着张磊、王浩、李哲集体发消息威胁，扬言要组团去公司闹，发视频搞臭我，气焰嚣张到极点。我冷笑一声，直接把一早就整理好的全套黑料打包甩进他们的小群。王浩吃回扣，卖公司客户证据；张磊母子伪造瘫痪骗低保记录；李哲网贷加高利贷，加骗女生钱流水；赵凯空壳创业，虚假融资实锤群里瞬间炸锅。上一秒还抱团威胁，下一秒立刻狗咬狗，场面爆笑失控。我和林晓爸妈凑在一起看手机，全家边看边笑到捶沙发。爸妈看完所有真相，彻底清醒，语气坚定：婉婉，以前是爸妈不对，以后谁也别想再逼你坑你。你12场相亲全部走完了，和我们的约定作数，这辈子我们都不会再逼你相亲催婚，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。正说着，三姑的手机疯狂响，外面传来债主喊讨债的声音，她脸色惨白，爬起来就想溜。我妈冷冷一句：以后别登我家门。三姑连滚带爬逃出门，正好撞上债主，被追得满小区跑，自食恶果，大快人心。林晓笑到直不起腰，这集我能剪个年度爆笑名场面。可我们都没料到，这群被逼到绝路的奇葩男，竟然真的联合起来，买了水军，写了通稿，在全网造谣污蔑我，甚至把我的个人信息全扒了出来。我要让他彻底身败名裂。看着网上铺天盖地的造谣内容，还有几个人扬言要线下堵我的危险，林晓气得当场就要发视频回怼，我却一把拉住了他，异常冷静。现在跟他们吵嘴没用，越吵他们越来劲，主打一个零内耗，咱们直接抓他们的7寸。林晓愣了一下，立刻反应过来，你的意思是扒他们的把柄？我点了点头，眼神冷了下来。他们敢这么肆无忌惮的造谣，无非是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失去的。那咱们就把他们最在意的东西一个个掀出来，说干就干。我和林晓熬了整整2天2夜，顺着之前粉丝们发来的投稿线索，加上我们收集到的信息，把这几个人的底细扒得一干二净，精准抓住了每个人的致命软肋。赵凯的所谓创业项目全靠虚假宣传拉投资，不仅挪用了投资人的钱，还涉嫌合同欺诈，手里的项目全是空壳，全靠拆东墙补西墙撑着。王浩在公司里一直吃供应商的回扣，前后捞了几10万，还偷偷把公司的核心客户资源卖给竞品，手里攥着不少灰色收入，最怕公司和税务部门查他。张磊对外一直说他妈瘫痪在床，靠这个卖惨博同情，实际上他妈根本没瘫痪，只是有轻微的腰间盘突出。两人还伪造了病历骗低保，
领了好几年的国家补助，李哲不仅欠了10几万的网贷还不上，还到处骗女生的钱不还，甚至还借了高利贷，天天被催债的追着跑，全靠躲债过日子。我们还拿到了三姑收每个相亲男介绍费的完整转账流水，还有他和这几个人合谋造谣，泄露我隐私的完整聊天记录，甚至还有他儿子赌债的详细催债凭证。林晓看着整理好的满满一文件夹证据，婉婉，这群人的底裤都快被咱们扒光了，这下他们死定了。我看着最关键的三姑的证据，笑了笑。先不急着把所有东西都放出去，先搞定最关键的一环。三姑，她是这群人里最怂、软肋最明显的一个，只要她反水，这群人的联盟直接就破了。当天下午，我就约了三姑见面，林晓陪着我一起在派出所附近的咖啡馆里。三姑来的时候还带着一脸的嚣张，真不懂事，简直败坏家门。直到我把一打印好的证据甩在了她的面前。三姑，你帮着他们造谣做伪证，无非是想让他们帮你儿子还赌债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做伪证、泄露公民隐私都是犯法的。轻则罚款拘留，重则要坐牢。你要是坐牢了，你儿子的赌债谁来还？他的政审出了问题，这辈子都别想找正经工作，更别说考公、当兵了。三姑的脸瞬间惨白，拿着证据的手止不住的发抖，刚才的嚣张气焰瞬间荡然无存。现在你把他们几个人怎么商量造谣，怎么分好处，怎么互相甩锅的所有聊天记录、录音全都交给我，我可以保证不追究你的法律责任，也不把这些证据交给警方和债主。三姑彻底慌了，是他们，都是他们骗我的，把手机里所有的聊天记录、语音、录音全都转发给了我，甚至还主动交代了他们几个人私下里互相看不起，都想让对方当出头鸟的龌龊事。婉婉，你太牛了，这波直接把三姑拿捏得死死的。现在咱们手里的证据直接能把这群人锤到土里。我看着手机里三姑发来的完整证据，冷笑了一声，他们想搞臭我，那我就让他们先内讧起来。而另一边，赵凯几个人已经买好了热搜，准备在第二天早上把编造好的黑料全网发布，彻底搞垮我的账号和名声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。拿到三姑反水的证据之后，我没有立刻把所有内容公之于众，而是做了一件让林晓都没想到的事。我建了一个群，把赵凯、王浩、李哲、张磊还有反水的三姑全都拉了进来。几个人估计都懵了，没想到我会直接把他们拉到同一个群里。婉婉，你这招太绝了，我已经开始期待他们狗咬狗了。我没说话，直接在群里甩了2套东西。第一套是他们每个人的致命把柄，第二套是他们几个人互相在背后吐槽、甩锅、算计对方的聊天记录和录音。消息发出去不到1分钟，群里直接炸锅了。最先跳出来的是王浩，赵凯，你敢在背后阴我，真不是个东西。赵凯立刻反骂回去，你那些回扣还吃少了。我只是看个热闹，张磊才是主谋。你骗女生钱，借高利贷，还好意思说我？你们几个骗子，说话不算话。我和林晓甚至都不用说话，就看着他们自己把自己的底全掀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内讧崩盘吧？也太爽了！我看着群里的闹剧，只发了最后一句话：你们自己做的事，自己承担后果。再敢造谣骚扰我，咱们谁也别好过。发完这句话，我直接解散了群聊，拉黑了所有人。林晓抱着我，婉婉，你太帅了！主打一个零内耗，他们想让我难受，我就让他们自己先乱起来。王浩急了眼，把赵凯虚假宣传、挪用投资的证据直接发给了赵凯的所有投资人。赵凯也不甘示弱，把王浩吃回扣、卖公司资源的证据打包发给了王浩的公司老板和总部。张磊和李哲更是疯了，把对方的黑料全发到了本地的论坛和社群里，连带着把三姑收介绍费、儿子欠赌债的事也全抖了出来。而我全程没有再出手一次，只看着他们自食恶果。一夜之间，几个人彻底迎来了全线崩盘。赵凯的投资人看到证据后集体撤资，还报了警。他的空壳公司直接破产，不仅背上了巨额债务，还要面临法律的追责。王浩的公司核实了吃回扣的证据后，当天就把他开除了，还报了警追究他的经济责任。他在本地的同行业里彻底社死，再也找不到正经工作。张磊伪造病历骗低保的事被举报到了社区和民政部门，不仅要全额退回骗领的低保金，还要被罚款，名声在小区里彻底臭了，走到哪儿都被人指指点点。李哲骗女生钱、欠高利贷的事被传遍了本地所有的相亲群和朋友圈，催债的也顺着线索找到了他的老家和之前的工作单位，他彻底在本地待不下去，连夜收拾东西跑了。而三姑不仅在本地媒人圈彻底混不下去，没人再敢找他介绍对象，他儿子欠赌债的事也传遍了整个亲戚圈，所有人都躲着他们母子俩，他再也不敢出现在我和我爸妈面前，彻底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了。事情发酵的第3天，我的手机开始陆续收到几个人的好友申请和道歉短信，语气从之前的嚣张跋扈变成了卑微求饶。我错了，求你跟我公司解释一下吧。求你高抬贵手，我赔钱道歉，别追究了。别交证据，我承担所有责任，求你放过。我看着这些求饶的信息，没有一丝一毫的心软，也没有回复任何一条消息，只让林晓帮我做了一件事，把他们造谣诽谤的所有证据整理好，提交给了各大平台。平台核实之后，永久封禁了他们的所有账号。我笑了笑，把所有的短信和申请全都拉黑删除了。这件事之后，我的账号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影响，反而因为这件事，粉丝直接突破了400万。公司也给了我更大的支持，专门为我开设了女性成长专栏。我和林晓一起把51奇葩相亲实录做成了长期的女性反内耗、相亲避雷内容。可就在一切步入正轨的时候，我爸妈突然打来电话，语气带着愧疚：婉婉，回家一趟，爸妈有话跟你说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以为又出了什么事。林晓立刻陪着我一起回了爸妈家。当天下午，平台官方发来顶流签约通知，独家签约，首页置顶，全年资源拉满，邀请我做女性成长代言人。晚上我和林晓在家拍番外，全程无剧本，即兴整活，笑点密集。相亲回对名场面 Round
one。我妈说女生要给婆婆洗脚，那你跟你妈过，找媳妇干嘛 ？Round two。打车费也要平摊，28块给你，别来沾边。Round three。女生嘛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。我有房有车，月薪2万，你呢 ？Round four。婚后我们互不干涉，各过各的呀。我可不当你们的工具人。5、1、12场相亲，场场搞砸，但我们赢回了自己。不内耗，不将就，不委屈，你就是自己最好的归宿。视频一发，瞬间冲上热搜第1。窗外夜色温柔，我和林小瘫在沙发上吃着零食回看素材。5、1相亲这场闹剧彻底落幕。我没结婚，没妥协，没内耗，但我赢了全世界。